能够自动读取我们笔记里面的各级标题，从而产生出我们需要的章节目录的外挂，终于出现了。我们先前有介绍过另外一个 Table of Contents 的外挂，但是这个外挂呢，只能静态的产生我们的目录，也就是说，我们的各级标题，它只要产生过一次以后，它事实上就变成了是一个静态的文字，等于是在我们笔记里面的一段文字而已。我们如果事后又来修改了标题，它并不会跟着自动来做变动。但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 Dynamic Table of Contents， 它能够自动的来读取我们所有新的变动，因此我们以后就可以透过它来产生最后最新最正确的目录了。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来操作的。动态目录有2种语法格式，我们就直接在这个编辑状态来看一下第一种格式。它的第一种格式呢，就是使用程式码的语法来写的我们就是3个倒引号，然后后面加上 TOC，那这个 TOC 呢，就是我们要使用的这一段程式码的程式语言。然后最后面再用3个倒引号结束那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式码的一个区块。动态目录这个外挂呢，会把这一段程式码呢转换成实际的目录的格式，并且就用目录的形式给呈现出来。那这是第一种格式。那这个第一种格式呢，我们在这个程式码里面呢，也可以使用3个参数。第一个参数 style 呢，样式，它有2种样式，有bullet 就是像我们这样子方块圆圈的这种子弹形式的或者是你可以用数字的它有这2种形式可以使用。那预设呢是使用这个子弹形式的。那还有最小的深度跟最大的深度，就是你要取的最小的标题跟最大的标题的那个级别所以它预设是最小是2，也就是我们的标题2，那最大呢可以到标题6所以2级标题到6级标题呢，都会被产生到动态目录里面来。那这3个参数事实上我们可以在设定的外挂选项里面来直接做设定。那这边设定呢，就是你变更的预设值啊。那如果说你将来不写那3个参数呢，它预设就是你这边设定的内容。那如果你有某一篇笔记，它的设定要不同的话你再去写程式码里面呢，刚刚讲的这3个参数。那在这边有第4个这个选项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笔记里面呢，用一个特定的字串。那当笔记碰到这个字串的时候，在预览状态下，它就会自动被转换成是动态的目录。那我们这边使用的是中括号目录中括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这个笔记里面呢，这边写了一个中括号目录，然后呢中括号结尾。那在这个预览状态下，你看到它马上就产生了动态的目录出来。但是我发现就是这一个写法它有时候会有一点小问题我们来做一遍给大家看我们所谓的动态目录，就是说我在这边呢临时又加了第3点的标题标题3，加了以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中括号目录这一边呢，我先按一下 Ctrl S 让它马上存档。它在这边呢，并没有马上把这个3呈现出来，但是这个上面我们用程式码语法的这个地方呢，它事实上是有产生出来的。也就是使用这种写法有时候它更新不太会正确，而且我有碰到过它把我们使用的外观给破坏掉的状况，所以用这个写法要小心一点。那不过其实我觉得直接用这个写法是比较简单然后也比较不会出问题，那就建议大家尽量用这个程式码的写法来使用它。如果说你再加上使用了我们先前有提过的这个 Title Index 这个外挂就可以帮我们把每一个标题呢自动加上编号。那加上这个编号的方法是很简单比如说我们这个3原先是写成3点那我们让它重新做一次编号，然后 Ctrl P 以后呢，输入 Index 找到这个Title Index 这个外挂，然后执行它，它就会自动帮我们这个3呢变成是 1.3。那我们上面这边呢，存档一下，好，它就会马上更新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给大家的这一个动态目录，可以很方便的产生出我们需要的目录。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产生出来的 PDF 没有办法把这一段变成是超连结，因此没有办法在 PDF 里面点击，这是比较可惜的一点。
那今天就介绍这个动态目录这个外挂，希望对常常要写一些报告的朋友呢有一些帮助。谢谢各位。